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这周呢，发生了不少大的事件啊，站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站在中美冲突升级的这种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之时，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啊，中美互相关闭了彼此各自的一个领事馆。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听了，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尼克松故居的一个演讲。那回顾历史啊，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那中美呢开始进行接触。那如今回首啊，已经走过了48个年头。那我自己呢，也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参观过尼克松总统的故居。那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呢，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清醒的人都能感受到啊，如今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变。那尽管说不上来这种巨变呢，会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但是这种巨变呢，显然已经在发生，而且正在发生。那只不过事件的这个传导的迟滞效应啊，导致我们暂时还感受不到这个切身的实际的这种影响。那好，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资产的盛宴，末日的狂欢。那今天呢，我将分3个部分讲述这个内容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聊一聊现在中国 A 股的行情是否已经接近尾声，还有哪些因素呢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简单说一说美国股市的情况。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谈一下自2战以来建立的这个信用货币体系是否还能维系。那我们将迎来经济、政治、社会一系列制度体系的重构。那其中呢，可能又以货币体系的重构最为关键因为它涉及到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财富激励和分配的问题。那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 A 股走到哪儿了我的判断呢是 A 股的行情已经接近终结接近尾声。那还在其中的玩家呢不要太留恋那么下面我说一下几个具体的原因。首先呢，谈到这个市场的这个状况首先要有一个方位感，就是中国股市呢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方位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了大的方位感呢，你才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2019年初开始的这个创业板科创板的这个牛市，走到今天呢，已经经过了3轮的这个上涨也就是5浪的一个结构。我之前也讲过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一个就是疯牛的尾声阶段。那随着这个上周的大跌可能呢整个这个牛市已经提前被终结。那这种行情2019年这行情为什么能够启动？之所以能够启动，是因为2018年当时有4次的这个降准的货币刺激效应以及叠加了2019、2020年的连续降准。那央行自己也说了从2018年初到现在，一共连续降准12次释放了这个8万亿的基础货币。所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货币的刺激效应，连续的降准中国的这个 A 股才有了一个持续1年半的一个行情。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这个货币刺激的效应目前呢在衰减。那走到上半年呢，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已经释放了20.83万亿。那全年呢，按照这个央行行长的预计呢是30万亿所以已经2/3 69%这个的货币的增量已经释放完毕。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中美冲突的对抗明显在加剧。那互相呢在关闭大使馆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外部冲击和外部信号。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板块尤其是领导的板块已经出现了10倍股大量的10倍股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当一波牛市呢出现了领导板块出现了很多的10倍股以后，那基本这个行情呢可以说就走得差不多了。那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就是股市赚钱的3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赚业绩的钱，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钱。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赚低买高卖的这个差价的钱。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赚这个央行放水的钱。那走到今天呢整个全球的这个股市不光是中国的股市，越来越趋向于赚这个央行放水的钱业绩的钱越来越难赚，或者是业绩的增长越来越缓慢甚至是衰退的。大家全是靠央行的放水然后去持续的进行这种泡沫的这种放大和增长，从中赚钱。那好，这是第一个大的这个方位感宏观的一些。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创业板开始了减持。因为创业板呢已经开板已经1年了，1年以后呢，根据上市的规则，创业板将迎来首批的这种减持大量的减持开始出现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新闻千亿芯片巨头打折卖9股套现93亿。大量的科创板的估值大家知道都已经是上1000倍的估值，非常高的估值，非常泡沫化这个泡沫化远比当年
这个90年代末纳斯达克的泡沫化更加严重，所以说这个减持呢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啊，这个减持呢这个是非常让原始股东获利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说一下就是具体的观察 A 股的几个观察指标。那第一个指标呢就是两市的成交量。那我们看到在7月初以来一波这个巨量的拉升，两市成交量迅速的放大到 1.6 万亿左右。那最近几天呢，这个成交量收缩了，萎缩到1万亿出头。那随着这个上周的2次大跌整个这个市场的情绪呢进入一个冰点非常的进入一个比较微妙的平衡或脆弱吧。那整个这个成交量呢，如果不能迅速下周再放大到再回升到 1.5 万亿、1.6 万亿这个水平的话，那这么低迷的成交量就是从这个 1.6 万亿降到1万亿这个成交量是不足以维持现在的这个行情的那行情会迅速的萎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神秘的北向资金。那北向资金呢也是一样，之前呢一直都是这个净流入那最近上周呢，从上周开始出现持续的净流出，但上周五的大跌呢，直接流出了164亿的这个资金所以北向资金的这个动作，北向资金的这个方向非常值得关注。那第三个呢，需要关注的就是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现在呢是在这个接近 1.4 万亿1.3万亿多的这个水平。那如果市场呢不能继续前进或者不能维持在一个状态的话，那杠杆资金的压力是巨大的大家知道有杠杆它就有时间压力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如果市场不能上涨，那杠杆资金的持有人他就会心态就会有所变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指标股的走势很多这个大的这个领导板块的领导股像这个消费股里面的贵州茅台海天味业，像科技股里面的这些典型的，包括中芯国际最新上市的中芯国际包括之前涨得很疯的这些维尔股份，这些兆易创新这些芯片股其实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头部的趋势。那观察指标股的走势也非常关键。有一句话叫什么？叫牌过三巡就如果你还看不到牌桌上谁是傻瓜不知道大家在赚谁的钱，那基本呢你就是那个傻瓜那走到现在呢这个大家其实一直是在赚央行的钱如果再接下去的话，再玩下去的话，那整个这个泡泡一旦消退以后那在牌桌上的人基本就有可能会被收割。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股市。其实全球股市呢，自08年以后走势呢，可以说都是基本是高度一致，因为全球的放水模式它是高度一致的大家都在盯着美联储。美联储如果不放水收紧其他的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敢太宽松因为它会怕这个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那美联储只要发令枪一响全球各国央行就会马上跟进所以说这个造成了全球放水节奏的高度一致，所以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走势和节奏也就高度一致那再也没有就是所谓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基本就是要么全亮要么全黑。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之前也给大家看过，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规模扩张。从这张图非常鲜明的可以看到，就是在疫情发生以后，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规模的大幅扩张，从4万亿扩张到7万亿正是因为有美联储的大幅扩表，才导致了这个美股的各个指数，标普500纳斯达克和这个道琼斯指数的这个快速反弹。所以说这个全球放水对这个资本市场的刺激这是立竿见影的。那我们看这个目前的整个美联储在这个货币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达到顶峰，达到 7.16 万亿美元的顶峰以后最近几周开始有所收缩，现在是落在了 6.96 万亿美元。那随着货币刺激效应的这种接近尾声，刺激效应的这种边际效应递减而疫情呢同时又在加剧，然后实体经济呢又依然还是非常萎靡所以说这个下一波美联储的动作就非常关键。那我们再看一张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衡量的就是全球债务的一个规模以及债务和 GDP 的一个比例。那可以看到当时它这个预测在2019年底的时候，其实是全球的债务的体量已经达到250万亿的规模，然后债务和 GDP 的比例在310、320这个水平。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呢，就是国际金融学会7月16号它有一个数据，就是2020年1季度各地实施防控，就是疫情防控封锁政策以后，全球的债务激增到创纪录的258万亿美元。那同时呢，负债水平持续上升。
那国际金融协会称，一季度全球债务和 GDP 的比例上升了大概10个百分点，就达到了331%，不但创下史上最大的季度增幅，比例呢也是史上最高啊。所以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债务啊规模进一步的膨胀啊，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托底经济，所以不得不推升债务规模。那我们又到了这个新的一个高度啊。好，这两部分呢就是给大家简单谈一谈股市啊。我对后市的这个态度呢非常鲜明，就是随着全球央行货币刺激政策进入尾声，疫情的这种持续加剧啊，以及实体经济的持续萎靡，那全球资本市场呢将迎来新一轮的剧烈的动荡。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个未来全球央行到底还有多少子弹可以打啊。以前我有一期节目也说过，就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用尽之时啊，即是危机到来之日。那另外呢，就是这种不停扩张的这个信用货币的这种制度和体系啊，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憎恨啊，尤其是这个底层民众的厌恶和憎恨啊，因为它呢这个是可以说是各国华尔街的这种狂欢，是各国资本市场的狂欢，那基本呢与普通人是渐行渐远。我之前也说过，这种货币政策呢它对劳动者有利啊，对资产持有者对劳动者不利，对资本持有者有利。那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最后呢一部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央行走上了这种吸鸦片的这种货币政策刺激的道路以后到今天呢，给我们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变化。那2008年呢，对全球各国来说其实是一次在这个贫富分化不那么严重的时候的自然的经济规律的一个初心的调整就是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过，这个贫富分化的根源就是失衡，就是当失衡发生的时候呢，经济其实需要再平衡。那各国的用货币政策呢，就是用有形的手强力的进行了干预经济，把这个时空扭曲，透支了未来拯救当下。这也是08年以后呢，我们遇到历次危机各国政府、各国央行都是这样干的。所以这样持续不停的这样去干呢给未来其实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那也造成更严峻的这种贫富分化，更严重的这种经济的失衡。所以货币政策的它这种游戏，它这种刺激的游戏呢，其实刚才也讲了，对这个资本持有人非常有利。那在货币刺激过程中呢，这些人可以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而这个普通人、劳动的人或者说年轻人，他就是获取信贷资源的能力呢非常有限。所以每一次的货币刺激政策以后，它都拉大了这种代际的之间的财富的鸿沟这个鸿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就资产价格越来越高但是工资收入呢却基本不变或者增长很少。那所以这样整个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奋斗就发现这个奋斗没有什么用，他追不上这种高涨的房价，追不上这种高涨的这种资产价格这个尤其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房地产的价格。那整体来讲呢，这种货币刺激政策，这种债务驱动增长的模式呢，就是年轻人没钱的人呢年轻人他的杠杆越加越大，接盘的资产呢总体来讲就是它很多都是之前的上一辈人以极低的价格、极低的成本入手的资产。所以说年轻人他在这种货币刺激的这种模式下，他是处于下风的，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而手握这种货币刺激权利受益于这种货币刺激政策的这些人正好呢可能是他们的长辈是这个资产的持有人，是整个既得利益的群体。所以说这种代际之间的鸿沟被货币政策放大了。那好，最后呢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就是主要聊到了这个对全球股市未来走势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全球股市呢早已经跟全球经济一样，进入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就是要涨都涨要跌都跌。那随着货币刺激政策的这种边际效应的递减全球的资本市场可能又会到来迎接一个新一轮的动荡。那这一次呢，全球的央行还会继续救助吗或者说它有没有能力继续救助？那随着货币刺激政策呢带来越来越不均衡的这种财富分配和两极分化以及正在这种渐行渐远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这种边际效应的递减全球呢信用货币政策将迎来70年来最深刻的这种反思和变革那随之而来呢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这种深层次的动荡和变革。那到底最后谁能赢得未来，谁又将被淘汰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最后呢，我想用2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节目。一句呢是西方的一句是东方的。那第一句呢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1862年提出的。大家知道朱格拉他提出这个朱格拉周期，也就是10年的这个设备更新周期我们听过这个
库存周期啊、设备更新周期，还有20年的地产周期啊，还有最长的60年的这个康波周期。那这个人呢，朱格拉他提出来的就是这个中周期10年的这个周期，设备更替周期。那他在1862年的书里面提出过啊，说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那其实呢啊，可以在他这句话上呢再稍加修饰，就是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建立在债务之上的繁荣。那这是西方的一句话。那还有一句呢是东方的一句话，是老子的《道德经》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啊，损不足以奉有余。那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